2023最刺激的日式恐怖片来袭，该片融合了死亡循环、都市怪谈、校园屠杀等劲爆元素，尺度之大令人发指，能够过审实属奇迹。接下来就让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部《寻找身体》。友情提示：本期内容不建议在吃饭的时候观看，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先收藏起来，再选择合适的时间观看。7月5号清晨，女主明日香照常醒来，她是一名在读高校生，母亲给她准备了超量的便当，还嘱咐她吃不完就分给好朋友们。可殊不知，明日香在学校里一直都是独来独往，就像是透明人一样的存在，哪怕是吃便当，她也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今天她选择在学校正在装修的教堂门口吃饭，就在她思考该怎么处理剩下的便当时，忽然一抬头，看到前面的井里伸出了无数个手爪子，就好像在向她要便当一样。明日香整个人都吓傻了。好在这时装修的工人回来了，井口的手爪子也消失不见了。临走时，他还壮着胆子走到井旁看了一眼，好在里面什么都没有，刚才应该是自己眼花了。可他不知道井底深处也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果不其然，还没回到教室呢，他身后就出现了一个小女孩。お願い、私の体探して。明日香猛地一回头，却又是什么都没有。此时他是一脸的蒙圈，搞不懂今天是咋回事，又是幻视又是幻听的。可到了晚上，更刺激的来了，他正准备上床睡觉呢，忽然手机上来了一条奇怪的短信，说什么红人、尸体、肢解之类的怪话。明日香正纳闷呢，对方却直接开启了轰炸模式，催促他回复信息。他被吓坏了，扔掉手机就钻进了被窝里，可手机却依旧在不停的震动着。被窝里的明日香不停的喘着粗气，直到时间来到凌晨12点，他再一睁眼，竟发现自己正身处学校的教堂里，同样在场的还有另外5名同学，而大厅的正中央还摆着一口棺材，众人都是一头雾水。一个男同学却表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不玩了，转身就离开了。可就在这时，眼镜哥说话了：本当に体探しが始まるのか。体探し。众人刚想问他是咋回事呢，外面就传来了一声惨叫声。跑出来一看，刚才离开的那名同学竟被拦腰斩断，直接领了盒饭。这回几人被吓得彻底亚麻呆住了。忽然教堂里又传来了一声惨叫，另一名没有跟着出来的女同学也惨遭杀害了。众人望向窗口，隐约看到了一个可怕的身影。眼镜男大吼着快逃，几人立马向校外跑去，可大门早就被锁死，就这小破锁，石头都给砸碎了，也没将其砸开。几人只好跑进教学楼里，各自找位置躲了起来。可没一会儿，明日香就看到被拖着乱撞的眼镜哥，连续几次撞击后，眼镜哥也当场饮恨西北了。男同学高广拉着明日香就往楼上跑去，可刚到楼梯口，就又看到了可怕的一幕。两人被迫来到医务室，高广让明日香躲在床底下，自己则挺身而出，拼命挡在了门口。可一只血手直接破门而入，将高广推出了好几米。接着他就看到一双满是鲜血的脚，而躲在床下的明日香听着外面的打斗声以及惨叫声下的是瑟瑟发抖。忽然声音停了下来，他缓缓抬头查看，却看到了已经成为牙签肉的高广，惊恐中突然就被拉了出去。回头一看，原来追杀他们的竟是一个抱着布娃娃的小女孩。明日香急忙起身逃走，可女孩直接飞扑了上来，一番挣扎后，最终明日香也没能逃出升天。女主角5。画面一转，明日香再次从床上醒来，而时间还是7月5日的早晨。她还以为是做了一场噩梦，可一下楼就发现了奇怪的地方，母亲竟和梦里的一样，给她准备了超量的便当。来到学校后，发生的一切也都和昨天一样。就在她疑惑的时候，高广再次出现，他是来找眼镜哥的，另外几个同学也跟着过来了。明日香见状，立马跟了上去，因为之前眼镜男说了身体搜索什么的，高广想找他弄明白情况。眼镜哥也没有隐瞒，向他们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原来他们是陷入了一个日本的都市怪谈里。在日本，曾有一个小女孩被残忍的杀害肢解，死后警方一直没有找到尸体的头颅，所以后来小女孩的鬼魂就会每隔一段时间随机选取几个人寻找她的肢体，同时小女孩又会阻拦甚至屠杀这些被选中的人，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帮助自己找到所有的肢体，从而安抚她那受伤的心灵。因为只有杀了参与者，他们才会再回到当天复活，继续为女孩寻找肢体，一直无限循环，直到找齐整个身体，参与者才能活过这一天。这次被选中的是6名高中生，经过第一次的复活后，几人从眼镜哥那里得知了目前的处境以及要找齐女孩肢体的任务。虽然知道了任务，但是到了晚上，几个人还是很紧张，尤其是女生，只有男女主还算能镇得住场子。两人首先在鱼缸里发现了一只断臂，可就在两人准备将断臂放入教堂的棺材里时，那个小女孩又出现了。高广见状，便将断臂交给了明日香，让她带去教堂，自己则留下来单挑小女孩。一上来就拿着椅子砸了过去，那小女孩能忍吗？跳上桌子就朝高广冲了过去。不过高广也挺猛的，一番躲闪后，直接抱起女孩，重重砸在了墙上。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呢，女孩就又以一种诡异的姿势爬了起来。
经吓懵逼的高广再次被杀了。接着女孩就去追明日香，半路上还顺道杀了眼镜哥等人。然而明日香还没跑到教堂，就又被女孩给追上了。两个女同学见状，毫不犹豫地关上了肛门。好在明日香赶在最后滑了进去。一个女生看着那条断臂，直夸明日香真能干。可你以为关上肛门就安全了吗？不出所料，下一秒肛门就被打穿了，一只手直接就抓住了这个女生。明日香见状，急忙伸手去拉，结果两人都被拉入了肛门，双双牺牲。最后一个女生看着满地的鲜血，吓得捡起断臂就往教堂跑去。可就在她将断臂放入指定位置时，小女孩又追了上来。结果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复活，几个同学聚在一起思考对策。眼镜男发现小女孩好像是看不见的，于是提议晚上的时候用音乐迷惑她，再趁机寻找肢体。于是到了晚上，他们就利用广播站播放起了音乐，伴随着动感的音乐，他们也没有那么害怕了，对这场游戏的理解也更透彻了。反正死后还能复活，被小女孩盯上后也更加勇敢了。经历了几天的循环后，他们几乎体会到了各种死法，什么高难度瑜伽、电扇碎尸、泳池溺死，反正是能死的死法都体会了一遍。当然他们也不是白死，反复的过着同一天，不但配合的越来越默契了，还利用白天的时间培养了深厚的友谊。最终经过几十次的复活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除头部以外的所有躯体。可又经过了几次复活后，他们几乎翻遍了学校的每个角落也没找到头部。所以这次他们想到，应该要先搞清楚小女孩当时是怎么死的，或许就能知道头部在哪里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他们找到了小女孩当初被杀害的那所房子。在这里，他们得知女孩生前患了重病，被迫在这所房子里接受治疗，一直都非常的孤独。最后被歹人杀害肢解，才积累了如此之大的怨气，从而开启了这个死亡游戏。而被选中的人都和小女孩一样，处在非常孤独的状态中。接着他们在一个柜子后面发现了小女孩的娃娃，可刚准备拿出来的时候，小女孩忽然出现，几人都被吓了一跳。可下一秒，女孩以及那个娃娃都不见了，这下他们都不淡定了，匆忙的逃出了这所房子。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几人也没有着急去寻找头部，而是聚在一起思考对策。这时明日香说，之前在泳池溺死的时候，看到那个娃娃是头朝下沉下去的，结合白天他们发现娃娃时，女孩忽然出现带走了娃娃，会不会是头部就藏在娃娃里？几人听了后一致认可，决定主动出击寻找小女孩。可就在这时，角落里传来了奇怪的声响，接着一个巨大的怪物出现，一上来就干掉了3个人。3名同学被一个怪物堵在了教室里，男同学高广英勇的上前搏斗，可却又一次被做成了牙签肉。2个女生面对这种怪物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其中一个还使出了惯用绝技大叫，结果怪物就扑向了她。躲在一旁的明日香惊恐的看到怪物将女同学给生吞了进去。当然最后明日香也没能幸免，主动选择跳楼自杀，重新复活，开启了新一轮的游戏。可当几人再次来到学校时，那个被吃掉的女生却没有出现，看来被怪物吃掉后应该是无法复活的。几人都变得更加害怕了，而且结束这场死亡游戏的决心也更加迫切了。于是晚上几人就提前设置好了机关，等待怪物的上门。怪物也非常配合的从天而降，可却没有配合他们进入陷阱，一上来就抓住了一个女同学。几人纷纷拿着各种器械围打，但一瞬间又全都被干翻了。最后眼镜哥拼死救下了女同学，可自己却被怪物抓住，活生生被吞了。失去了1人的小队立马再次和怪物缠斗了起来，费了好一番功夫后，最终利用强力胶加上桌子电钻等工具将怪物控制住了，然后准备用铁链将其锁住。可怪物虽然被困住，但双手还能自由活动。几人非常惊险的将铁链绕在怪物身上，可就差最后一点没能锁在一起。2个男同学拼命拉扯，明日香见状帮忙推桌子，本打算将怪物往后推一点，可却不小心被怪物抓住。另一名女同学见状，直接拿起电锯锯断了怪物的一条胳膊，铁链也随之被扣在了一起。可那名电锯女孩却被怪物贯穿了身体，几人也来不及悲伤，立马按动开关收紧铁链，可怪物却不小心扯断了电线，眼瞅着就要挣脱束缚了。一名男同学拿着把椅子舍命的去推那个怪物，明日香也在最后时刻连接上了电线，高广启动了开关，怪物终于被锁住了。可那名男同学却也不幸被吞了。愤怒的高广拿着电锯直接劈开了怪物的脑袋，小女孩的头部也随之从中落下。大战终于结束了，可活着的人也只剩高广和明日香了。就在2人拿着头部准备放到棺材里的时候，那个怪物竟然又追了过来。高广将头部交给了明日香，自己则要和那个怪物同归于尽。他推翻了一旁的铁架，无数钢管砸在了他们身上。明日香看着被戳成蜂窝煤的高广痛哭着，可高广还在用最后一口气鼓励着他。就在明日香准备将头部放入棺材中的时候，那个怪物又站了起来，一下就把他给打翻在地。那一刻，明日香想起了这段时间的一切，想起了死了无数次的同学们和自己。小宇宙当场爆发，捡起一根钢管，对着怪物就是一阵输出。怪物也不知道是轻敌了还是咋回事，被打得连连后退，最后不慎跌倒，刚巧扯到了一旁的铁链，屋顶的巨型十字架直接从天而降，贯穿了怪物的身体。最后，明日香将头部放入了棺材里。时间也随之来到第2天早上，他终于逃出了那个循环。来到学校后，也见到了那些同学，可他们却都不记得之前发生的事了。
了，明日香也再次成为了同学们眼中的透明人。